我叫沈清兰，护国公之女。18岁那一年，一场动乱，将沈府众人尽数诛杀。火光中，是他带兵前来，救下重伤濒死的我。别怕，我会护着你。后来我入住京城，整日以泪洗面，也是他不知疲倦地换着法子哄我开心。看看，喜欢吗？猫。云叔说女孩子都喜欢猫猫狗狗，我一眼就觉得这小猫生得漂亮，与你一般。云叔是你的夫人吗？我哪有夫人？楚云说，军中左先锋，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，没把她当女人。哦。往后的3年，他常常陪我散心，为我绽放漫天烟火，为我堆砌一院子雪人，许诺我一生一世至死不渝。后来在他求娶之时，我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，直到成亲当夜。将军，楚先锋的马惊了，他受伤无人照料，差人请您去看看。我这就去。不许去！青兰，她一个女人独自住在军中也是可怜。这个时候你又知道她是女人了？也不是，我对她绝对没有那个意思。那她对你呢？应该也没有吧。我生辰那日，他得了风寒，高热不退，你一去就是一夜未归。你说要带我出游那日，他遭人暗算，毒入肺腑，你陪了整整3日。他是我的下属，于情于理我都不该不管吧。那今天呢？今天是我们的新婚之夜，洞房花烛，他又怎的恰好从马背上跌落？何况军中那么多人，为何次次都是你？哎，算了，不去就不去吧。你去看看，买些药。真没想到你何时变得如此善毒了。我善毒？哎，不去了，睡吧。那是第一次他对我表露出厌恶的神色，而那一天本该是我们的洞房花烛。将军真是好福气，能娶到您这样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夫人。许是我太过敏感了，无端对他发火。夫妻之间总有人要先让一步。将军必能懂您的一片苦心。夫人，你看我带谁来了？哎，你小子真是好福气啊！夫人这么漂亮。哎呀，别动手动脚的。咋了？有了媳妇忘了爹啊？我们在军中总是这样无拘无束，小夫人不会介意吧？我介意。啊！他才养好伤，我想着叫你们见一面，误会就能解开了嘛。你看她从头到脚哪里像个女孩子了，真不必吃她的醋。就是啊，我们自小一起长大的，要真有什么，哪还轮得到你啊？不过嫂夫人这描眉画眼的功力可真不错，不像我成日素面朝天。哎，有空了也教教我呗。胡说什么？我家夫人天生丽质。嗨，我就随口一说也没有恶意，你急什么？你……哎，好了。你再画也比不上我夫人半分的美貌。再说了，军营里都是兄弟，你化妆给谁看啊？给谁看都不给你看。哎呀，行了，别扯皮了，过来吃饭。你做什么啊？我说我介意，我介意，我介意，你们是听不到吗？哎呀，沈清兰，你发什么疯？哎呀，算了算了，看出来你夫人不喜欢我了，我还是走吧。走什么走？我和他自小一起长大，一起上阵杀敌，我与他清清白白。你不相信，我便带他来给你看。我在努力解决我们之间的矛盾，你为什么在这种场合下一点面子都不给我？我们之间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信任？你夜夜晚归是与他吃饭饮酒，他有何风吹草动你丢下我就跑，叫我如何信任？算了算了，闺阁里的小女人总是敏感些，你好好哄就是了啊。你装什么装？好好好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走，你们别吵了。自进门起，你2人勾肩搭背，拉拉扯扯，还说什么清白无垢？哎，这不是这么说明我从未将她当作女人？可她就是女人啊，如何能不当作女人？那你要我怎样？都是一个营的兄弟，要我方才成家就与兄弟离心不成？别吵了，我就不该来。哎，走了走了。闹成现在这样，你满意了？是我在闹吗？分明是你与人交往没有边界。你在气头上，我不跟你争辩。就是心脏，看什么都脏。
枫叶淡，红日是影似火，此生有几番情承诺。我不明白，从前对我千依百顺、为我建构未来的男人，为何成婚后会变得恶语相向，会变得没那么爱我？还在生气啊？我用这个礼物赔罪好不好？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此。我知道你不想我和楚云舒接触，我往后不见他就是了。同在军营，如何能不见？我将他调去了别处，总归又不是只有一个军营。以后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都听。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那一刻，我相信他是真的回国。然而，训练场乱得很，夫人何必亲自前来？将军都已经服了软，我也该做出些和好的样子。再说了，将军治军严明，能有多乱？看爹爹，我今天教你几招。哎，叫爹爹，今儿个不叫舒坦了，我可不松手啊！你放手，弄疼我了，占谁便宜呢？终究，他还是一点都没变。哎呀，青兰，不是你看到的那样，欠我几声爹爹，可记着还啊！去追你那娇滴滴的夫人吧！哎呀，青兰，你听我解释。还解释什么？你昨日才说将他调去别处，今日又这样搂在一起。段清风，你嘴里可还有一句实话？什么叫搂在一起？话别说那么难听行吗？你都做得这么难看了，还怪我说的难听吗？你问都不问一句就妄下定论。今日是四营之间的切磋，若非如此，我们不会再见，更不会因为切磋摔倒而被你看到。哎呀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小肚鸡肠，满腹猜忌。从前那个端庄优雅的你去哪儿了？如果你掌控不好和其他女人的分寸，我只好掌控自己和你的分寸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再有下次，和离吧。好，我再不见他，我谁也不见，这辈子只守着你，满意了吧？自那日之后，他二人再也未曾见过，而我与段清风的关系也陷入了僵局，都堵着一口气，谁也不肯承认是自己的错。直到半年后，我怀了身孕，求夫人做主收了我吧。身孕，将军呢？当然不是。哎呀，我说了我会解决，你来这里做什么呀？我害怕，将军，对不起。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孩子是谁的？我不知道啊。自半年前我将他送去北营，便再未见过，直到1月前合营聚会，将士们喝多了酒。我不能这样了。都是兄弟，有什么不能喝的？哎，对，不喝就是看不起我们兄弟。摸哪儿摸的？都是大男人，瞎讲究什么呀？就是啊。你们干什么？放开我！说什么呢？放开！兄弟们闹着玩，将军一起啊！云舒的父亲偏爱幼帝，他为争一口气才入了军营，没想到发生这样的事。沈大人最要面子，若知道这事儿，他可就活不成了。我又委屈你些，给他个名分，入府为妾，好不好？合营聚会你也在，能推的我都推了，这次是没办法，而且我离得远，不然也不至于来不及阻止。你做了没有？说着他呢，你怎么忽然？我问你做了没有？当日喝多了酒，我不记得了。依你所言，当你赶去的时候，一切都未曾开始，你分明可以阻止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你到底做了没有？酒后的事情谁说的准啊？归根结底都是你的错。我本身与云舒清清白白，是你整日猜忌，我不得已才将他派去了北营。我御下严明，不代表别人也是这样。若不是将他放去了那些混账堆里，他又怎会遭遇如此的事情？你强词夺理！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若叫人知道了，他唯有死路一条。我不过叫你收了他，给他一个名分就那么难吗？同为女子，你真就能见死不救吗？这种时候，她又是女子了。出嫁从夫，本来男子就应该3妻4妾，若非你祖训不得纳妾，圣上又偏帮着，我也不会来跟你商议。
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从前的体贴千依百顺，难道都是你装出来的吗？你是名臣之后，若非遇上敌军报复灭门，我这辈子也高攀不上。我就想着娶个端庄高贵、温柔持家的贤妻，可我不知你这高贵的皮囊下，竟是如此肮脏恶毒。直到你对我恶语相向的那一刻，我才终于看懂了你。我再问你一遍，纳妾之事，你应是不应？马车一早就备好了，即刻入宫面圣。这个女人怎么又来了？不知廉耻！看来一时半会儿是走不了了。那天晚上，将军也是其一。所以呢，你在炫耀什么？我自小与将军一起长大，上阵杀敌都是我与他互为依靠。你就算先一步嫁他为妻，我也有本事将人夺了来。若你这所为只是为了抢夺一个男人，付出的代价也有些大了吧？楚云舒，我不是你的仇人。你是？凭什么同为女人，你什么都不做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一切？凭什么你生来便被家人千娇百宠，而我做的比弟弟强千倍万倍，在爹娘心里依然比不上他？可这些与我何干呢？你过得越是顺意，就越显得我像个笑话。如今我已经毁了，我也要毁了你的姻缘，毁了你的人生。沈清兰，我会一辈子在这宅院中与你斗下去的。萧夫人收了我，未成亲便产子，我会死的。夫人这是何意？死啊！用这个，快！你胡说什么？我从前怎么没看出来你竟如此恶毒？将军，是我不好，惹得你们夫妻离心，不然我还是去死吧。你非要逼死他吗？你有没有同情心？你还是不是人？将军借醉酒之名与人一起做那种事情，才真的不是人。我祖父3朝元老，我父亲亦是护国公，我全家因为国效力遭灭门之灾，我更得圣上垂怜眷顾。将军大可以试试这一巴掌下去，你这身官服可还穿得踏实？你这脑袋可还留得住？你威胁我？你不顾夫妻情分，那这夫妻也不必做了，今日便去御前求个和离，从今往后各不相干。我没想和离，我只是……你只是想要我这名门之后的身份，想要一个端庄高贵的夫人惹人羡慕，想感受与女子暧昧不清的快乐，你什么都想要，可凭什么？凭什么我要牺牲自己来满足你的龌龊念头？你说我龌龊？酩酊大醉的人是什么样我见过，一觉睡过去踹都踹不醒，分明是酒壮怂人胆，却非要将一切罪过推到酒的身上。哼，将军如此没有担当，你不是个男人。小姐，东西都收拾好了，那就走吧。这猫想跟我一起走吗？那就带着吧。你连我送的猫都要带走，却独独不要我了？和离的旨意已下，将军何苦说这种话？我不明白我们怎么就走到了这一步。在你猜忌之前，我真的和他没有半点私情，是你的猜忌让我们离心，是你的猜忌让我一步步走向他，是你造成了如今的局面。将军还真是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难道不是吗？从前我如何待你，如何宠你，你全部记得了吗？男女之间并非只有爱与不爱，还有一条模糊的界限叫做暧昧。你与他的确清清白白，可你们的相处没有界限，暧昧不清，就迟早有越界的一天。可男子就是3妻4妾又何妨？你为何就不能大度一点？你若想3妻4妾，就去找一个接受3妻4妾的人，而不是找一个家训不得纳妾的女子，逼着她为你接受3妻4妾。说你真的爱我，为我牺牲一点又怎么了？说你真的爱我，为我牺牲一点又怎么了？若你真的爱我，为我守身如玉又怎么了？你真的回不去了吗？我感谢你当初救我性命，这半载的夫妻就当还了你的恩情。往后虽同在京城，但不必再见了，各自安好。自古女子一夫男子而活，你没了家族又与我和离，往后必定举步维艰。那就是我自己的事了，不劳将军费心。
后来我在京中开设了女子学堂，教书授业，让更多的女子学得傍身的本领，习得高尚的品格。离开名为夫君的庇护，我亦将日子过得风生水起。听说段将军还是将楚云舒纳入府里做了妾，却一直冷着他。孩子前些日子没了，他撒泼差点把将军府烧了呢。这是他的宿命，与我无关。可我不明白，小姐为何不将他那件事传扬出去，也可叫他身败名裂。女子的生存够艰难了，我何必真的断了她的活路？说你曾经有这样的度量，我们何必走到如今的地步？都说了不必相见，你怎么又来了？离开你之后，我没睡过一个安稳觉，闭上眼睛满脑子都是你。青兰，说我知错了，我们还有机会吗？将军不是知错了，而是尝到了苦果。一心一意庇护的新人变得蛮横无理、小肚鸡肠、形同疯妇，让你失了兴趣，厌了，怕了，仅此而已。你怎么知道？我与楚云舒自幼一起长大，她豪爽坚强，随性洒脱，与那闺阁中娇滴滴的女子都不同。可当她入府为妾后，却像是变了个人。这么晚才回来，去喝酒了？和谁？是不是有歌姬？你是不是在外面又有别的女人了？哎呀，应酬罢了。从前你不是也一起去了吗？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？我怀着身孕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这是谁的？你心里想好吗？你给我说清楚！我说什么说？你只是个妾室，我做什么有必要向你汇报？血，是血，我的孩子！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女子婚前婚后会有两副面孔？路是自己选的，自食苦果也是应该。我知道错了，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你放手！青兰，太丢脸了，我居然在和段清风的争执中晕了过去。熬夜吗？不熬。喝酒吗？不喝。不看拉倒。你这神医怎么回事？病都还没看完就走？我看你家小姐心事重重，也不像配合治病的样子。那也得看啊。不过丢了个负心汉就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子，活该。神医了解我多少，也敢如此妄下定论。一路走来，京城的事情听说了不少，原本还挺佩服你及时抽身，没想到前夫回来不过三言两语，又惹得你心绪不宁到这种地步。我只是这些日子为私塾之事烦忧。私塾？先生听八卦只听得后宅矛盾，却不知我创办了女子私塾，看来也只是听些自己想听的东西罢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实在下冒昧了。来，继续治病。你想治，我还不想看了。送客。哎呀，我这暴脾气。段清风这些日子还来吗？没来了，听说是楚云舒的事情被闹了出来，一干人等都受了责罚，段将军也挨了80军棍，有些日子起不来呢。不过神医倒是日日都来。他？叶神医还真是悠闲。前日说错话了，总该赔罪不是？这些给你，保准药到病除。我收下了，往后不必来了。那我们的恩怨一笔勾销。既如此，我还有一事相求。出来。这是？既然姑娘创办女子私塾，能否也将他们收下？我可以出钱。进来说。我行医游历四方，遇着不少人生了女儿便丢在门外，实在于心不忍，便以收徒为由带在身边，没想到越来越多。神医收入不少，养几个孩子又有何难？养孩子不难，只是他们岁数大了，留在我身边总归不方便。再过几年就是说亲的岁数了，在我身边难免惹人非议。只要你肯收下他们，这私塾的费用我包一半。没有将银子拒之门外的道理，人我收了。那我就放心了，告辞。小姐不是讨厌他，怎么还帮他？他有一颗慈悲之心，却又顾着男女之间的分寸，难得。所以你还是记恨着我没有分寸，对吗？不愧是行军之人，
挨了80军棍，现在就能动了？我很后悔。你不后悔与他的暧昧不清，更不后悔借着酒劲儿犯下了弥天大错。你只是后悔这结局不是你能承受的罢了。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。我对你的救命之恩，我对你3年多的陪伴照料，就换不得一个浪子回头的信任吗？这些啊，早在你一次次的恶语相向中消磨殆尽了。说你不肯与我再结姻缘，我下半辈子就毁了。圣上命我们镇守北地，永世不得回京。今晚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帮帮我吧。看吧，你根本就没有知错。楚云说还在荆州，他丢了孩子，坏了名声，被赶出家门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留下我，我可以保护你。现在不是3年前了，我不需要任何人的保护。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段清风，我帮不了你。边境苦寒，段清风又受了伤，分别不过半载，我便收到了他重伤不治的消息。将军临死前让属下务必将这封信送到您的手中。吾将此事心怀愧疚，昔日之行背离正道，辜负夫人深情厚谊，每思及此，痛彻心扉，悔不当初。愿来生再续前缘。伤心了。人非草木，难免对生命的逝去泛起涟漪，但仅限于此。再续前缘还是不必了。拿得起放得下，女中豪杰。与你无关，而且你为何在此？这私塾我也出了银子，为何不能在此？神医收几个女徒弟都知道避嫌，怎么日日来我这里，就不怕惹人非议？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同处一室也距离3尺开外，无半分逾矩。再说了，我日日来此，自然是有别的心思了。那这个给你。这是何意？姑娘大意，叶某心生敬佩，奈何家里长辈早逝，没法子帮着提亲，只好自己来了。我也不知该买些什么，这是全部身家都给你做聘礼，可好？不好，送客。为什么？要我说，叶神医人挺好的，医术高明，长得又帅，心地善良，做事还有分寸，您怎么就给拒了呢？你忘了，段清风在未成婚之前也好得很，男人惯会伪装，信不得。哦，睡吧。走水了，救我！为什么会忽然走水？怎么回事？不知道啊，突然就走水了。沈姑娘呢？还在里面，但这火势太大，进不去啊。哎，里面危险，还是等火小一些再去吧。来不及了。今日该我命绝不成。有我在，你死不了。这么大的火，你不要命了？你虽拒了我的求婚，但若今日与你一起死在这里，也算是生死与共了吧。纵火之人捉到了。楚云舒，你竟然还活着！就算你喜欢段清风，厌恶我的捷足先登，这个男人我已经让给你了。当日你做出那种事情，我尚且保守秘密，留你一条活路，你为何非要我死不可？我不服，凭什么我已经这么努力了，还要众叛亲离？凭什么你一个合理且没有族人的孤女，能过得如此风生水起？凭什么？在男人的规则里，你就算把自己活成男人的样子，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个献媚的玩物罢了。我不信，我哪里做错了？你口口声声让别人把自己当作男子，一面又以小女人的姿态打情骂俏。古往今来，能征善战的女将军不在少数，她们时刻掌握着与人交往的分寸。我也是为了与他们打成一片，为了让他们认可我。人的边界是在无数次试探中形成，一两次擦碰你不在意，搭肩摸手你不在意，你自以为的打成一片，不过是他们在一步步占你的便宜，探你的底线。那我能怎么办？只恨我不能生成个男子建功立业。与其在男人的规则里扮演男人，不如建立自己的规则，让女人也能活得体面。体面？我真的错了吗？
我心疼你的遭遇，可这一次却不能饶你。要如何处置？送官吧，纵火治罪加从前的过错，恐怕活不成了。死了也好，下辈子也叫我投个男胎。你白说了半天，他还是不知悔改。他改与不改的又与我何干？终究是他自己的路，还是要自己走。行，那就说说我的事。说亲之事我已经拒了，莫非是神医以为昨夜救了我一命，我就该以身相许？想什么呢？我是谢恩图报的人吗？那只是……说好了你收留我的徒弟们，这经营的费用我出一半啊。哦，我脑子到底在想什么？那没事，我走了。叶无尘，昨天晚上谢谢你。大恩不言谢，以后用得到你的地方还很多。神医从前游历四方，如今却在京城不走了，是何道理？你拒绝我是你的权利，我坚持为你留下也是我的权利，你无权干涉。何必执着？那你呢？始终不肯接受，是因为还不能放下段将军。他曾经是我爱情的全部，但爱情却不是我的全部。身在其中的确痛彻心扉，但人总要向前看。对啊，你倒是向前看啊！可我不想再踏姻缘，让自己成为一只观赏的笼中鸟。鸟？男人口中说着情爱，最终却是选一只毛色艳丽的鸟，关在名为后宅的笼中，方便相认炫耀。看，我养的，漂亮吧？我理解你遇到了人渣，一时半刻走不出来，但不是全天下男人都是这样。成亲前他对我千依百顺，成亲后却只想我高贵温婉善解人意。我的兴趣爱好，我的志向理想，他全不在意。他要的只是一只漂亮的鸟，而一旦这鸟和他的设想有所不同，他就会立刻暴怒。真好奇，你从前都经历了什么？算了，不必回忆过往。我的确是个无趣的人，也担不起你的红颜知己。那些徒弟我会亲自为你照料，可我这院子还是别再来了。师傅被先生教训了。先生说的对。那师傅要放弃了吗？我舍不得师傅，也舍不得先生。师傅何时说了放弃？这样一次次拒绝的他，我更喜欢了。我不知你究竟经历了怎样不堪的过往，但我明白，像你这样光脚走过荆棘的女人，哪怕遍体鳞伤，也有重新翱翔9天的勇气。谁也没有那个资格将你求为笼中鸟，我也不行。多少年了，还没有放弃吗？放弃了呀。那还跟着我做什么？我放弃了与你结发为夫妻的念头，却永远不会放弃倾慕你的念头。我没想占有你，只想看着你。您能留在京城可真是太好了，不像从前群姨们要得好一顿找呢。药开好了，你按时吃，慢走。夫人来了，夫人真是好福气啊，嫁了叶神医这样的夫婿啊。是我有福气，终于娶到了梦寐以求的人。与病人争论什么？得争论，不然我这些年守得云开见月明的功夫都白费了呀。吃你的饭吧。熬得住寂寞，才等得到花开。娘亲，他们又欺负我。谁？跟爹爹说。我在街口看书，旁边学堂里的人抢了我的书，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以后总归要嫁人的。臭小子不学无术，爹爹给你出气去。叶无尘，你今年几岁啊？娘亲，我要生来是个男子就好了。为什么？男子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力气大，还能欺负别人。不可以欺负别人，但除此之外，女孩儿也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只要你坚守本心，不要行差踏错。